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斯加边边。上次过春节的时候，给大家带来了电影 High Five 的第1期，盘点了5部经典的贺岁电影。马上就要到5一劳动节了，拖延症晚期的片片终于决定再出1期。这次给大家盘点巨石强森最嗨的5部电影。另外，这个节目不但每期都会介绍5部片子，我们的主播也有5个人。今天坐班的是我们家的新一小姐姐，据说她会女王、御姐、萝莉、正太各种音，而我啥也不会，只是长得像雷佳音。好了，舞台交给新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大家好，我就是只喝露水的仙女西。好了，听御姐音的可以删掉了啊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巨石强森最嗨的5部电影。1.95米的身高，坚若磐石的肌肉，紧身背心、工装裤，打起来是凶悍无比的巨兽，笑起来像个200斤的孩子。那这些鲜明的个人特点呢，都让强森风靡世界。他主演的系列电影啊，在全球超过拿下50亿的票房。要说中国观众最熟悉的几个好莱坞面孔之一，强森绝对算是一个。虽然如今是人见人爱的铁汉暖男，但当初的强森却是顶着打酱油的旗号，从体育界跳槽到影视圈的。成为好莱坞的吸金王之前，他打橄榄球拿过全国冠军，还是祖传3代的 WWE 职业摔跤选手。你就说厉害不厉害？爷爷和爸爸都是摔跤界的传奇人物，而且这样的小跨界呢，显然都不能满足强森了。鉴于好莱坞演员都有没事当个领导人玩玩的习惯，像著名的里根、施瓦辛格、伊斯特伍德就分别当了美国的总统、州长、市长。人家确实是玩玩哈。于是强森决定呢，将100%考虑参加美国总统2024的竞选。看来在爆米花电影里打打杀杀拯救美国已经没意思了，人家已经开始这次要去现实当中拯救美国了。想想某个在电影里跑龙套的都能上，大强森凭啥不行是吧？不过作为一个优质的电影栏目呢，咱们今天还是把总统的事儿先放一放，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强森最嗨的5部爽片。木乃伊归来，自从知道了埃及木乃伊的存在，电影导演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的想象。最早可以追溯到1932年的黑白电影《木乃伊》。There's nothing on earth like the mummy. You will not remember what I show you now.而最成功的就是斯芬蒂·索姆斯的木乃伊系列。这个系列的第1部在99年的暑期档上映，当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乔治·卢卡斯的《星球前传》。这部由2线导演与2线演员合作的冒险片，却在星球的眼皮子底下狂捞了4亿美元，还荣登了全球影史最卖座影片第31位。这部《木乃伊归来》是系列的第2部。其实强森在电影中戏份并不多，但却是他的荧屏处女作。当时还是 WWE 超级明星的强森，相当于是做出了一次跨界演出，虽然只是打了个酱油，但还是拿了550万美元的片酬，刷新了处女作片酬的世界纪录。他在片酬当中呢，演了一个沙漠里的远古蝎子王，唯一的梦想就是征服世界，可率领大军苦苦打了7年，最后失败，逃到了阿姆谢沙漠。沙漠环境太艰苦，最后落了个全军覆没，只剩下蝎子王一个人。他在临死前呢，祈求死神再给他一个机会，助他报仇。他愿意奉献出自己的灵魂。话刚说完，沙漠就变成了绿洲，死神还给了他一支军队。蝎子王带领着军队一路所向披靡，一雪前耻。正当他得意时，死神按照约定收走了他的灵魂和军队，还把他封印在了绿洲之下。强森刚一个帅气的开场，就领了一半的盒饭，开启了他漫长的地下床戏部分。这一觉呢，就睡了个上下5000年。直到1933年，第1部的男女主呢，已经喜结连理，还生了一个8岁的小正太。他们来到埃及探险，发现了蝎子王的手镯。这个手镯呢，就是复活蝎子王的关键。手镯的消息传到了其他邪教组织的耳中，传说如果能杀死蝎子王，就能够指挥死神的军队统治世界。邪教组织的想法是先复活大祭司，再用手镯复活蝎子王，然后让大祭司杀了蝎子王，自己就能跟着大祭司吃香的喝辣的啦。于是，一只手镯引发的血案就打响了。剧情也很简单，基本就是外面的世界打打打，强森在里面睡睡睡；外面的人跑跑跑，强森在里面睡睡睡。终于，这2拨人打到了金字塔，沉睡已久的强森也终于出场了。这一觉睡得太久，蝎子王也直接水成了蝎子精，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半人半兽的怪物。大祭司也早已复活，金字塔里乱成了一锅粥。经过一顿大乱斗之后，大祭司和蝎子王都死了，而男女主小正太们则幸福地离开了沙漠，拯救了全世界。这部电影虽然是2011年的片子，但无论特效场面、刺激程度，都丝毫不亚于今天大多数的爆米花电影。因为强森在电影当中只是客串了一下，所以除了展现一身发达肌肉和敏捷身手之外呢，并没有贡献太多的精湛演技。但尽管表现稚嫩，还是架不住强森当年的超人气。拍完了这部《木乃伊归来》，投资方又专门为他量身定制了木乃伊系列的前传《蝎子王》，这也是强森第1部主演的电影。这部《蝎子王》让强森火遍全球，成为好莱坞荧屏硬汉的经典形象。帅。
速度与激情5这部电影我们真的是太熟悉了，速激可能是除了漫威之外在中国做的最好的 IP 系列，一部比一部火，也一部比一部挣钱。从第一部主打洛杉矶地下飙车的 B 级片，成长为全球最高票房的电影系列之一。回顾整个速度与激情系列，如果说速3跌入谷底，速4开始触底反弹，那速5就是整个系列的转折点，也是最经典的一部。电影投资首次突破了1亿美元，阵容上既有元老保罗沃克、范迪塞尔，还有巨石强森和未来的神奇女侠盖尔加朵的加入，特别是巨石强森加盟与范迪塞尔强对决，让速5一跃成为当年爆点十足的动作大片。故事发生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，范迪塞尔饰演的唐老大和保罗沃克厌倦了不安定的生活，准备金盆洗手前干完最后一票，组建一支制胜团队，向当地的腐朽政府和黑社会开战。里约的桑巴热辣风光旖旎，也是犯罪的天堂，政府腐朽的触目惊心，黑社会飞扬跋扈，当地的黑帮老大呢，直接把1亿美金赃款直接放在了警察局里。这些强硬的地头蛇们马上就跟唐老大们开了火，同时强森饰演的 FBI 王牌探员也带着精英部队来追捕唐老大，于是3股势力在里约展开了激烈角逐。电影一开头就简单粗暴地刺激着你的肾上腺，火车在铁道上疾驰，唐老大组织团队准备偷走火车上的神秘豪车，他们开着货车与火车同速并行，把豪车一辆辆拉出来，然后驾车狂奔。在电影最后又把地头蛇重达10吨的保险柜直接拖了出来，范迪塞尔和保罗沃克拖着巨大的保险柜在里约街头一路狂飙，而且为了保证电影真实的刺激感，这场脑洞大开的飙车都是实拍而成。如果说保罗沃克为速5展现了精湛的车技，那巨石强森的加盟则让速5的动作戏部分荷尔蒙爆表。为了更加接近剧本的形象，巨石强森为此增加了30磅，还每天加强训练，把自己的一身肌肉锻炼的比之前更加夸张。电影中强森和范迪塞尔这2个好莱坞最当红的动作巨星有一段长达4分钟的近身肉搏，这场戏他们拍了1个多星期的时间，医护人员就在旁边待命，随时为他们加红加蓝。速5之所以能够成为速度与激情系列最佳，甚至是好莱坞爆米花电影的标杆，靠的就是方方面面的成功，扎实的剧本，演员的敬业，张弛有度的节奏，塞满全片的爆点。总的来说，速5就是一部全方位展现好莱坞爆米花电影成熟的工业水平、娴熟的制作技巧的经典之作。哎我的妈呀，这给他厉害的。末日崩塌大概是出于人类本能的危机意识，一直以来人们对世界末日的传说非常敏感，各类的传言预测层出不穷，所以电影一出就有源源不断呈现灾难的作品。特别是 CG 特效出现之后，灾难片开始成为一个成熟的商业类型，每年都有几部新作问世。其实做的最好的肯定是好莱坞，但韩国也绝对是近几年的后起之秀，像汉江怪物、釜山行、摩天大楼都既是非常成功的商业典范，又有很深刻的人文关怀。而强森出演的这部《末日崩塌》也算是一部全程无尿点的灾难片。这种电影剧情也不要更简单了，强森是前美国大兵，退役后做了空中消防员，工作中是活好又拼命，生活中却被老婆戴了绿帽子，还把女儿给带走了。强森接到了出去救援的任务，可百年不遇的大地震说来就来，强森一想，老婆孩子都在下面呢，什么救援任务啊，也不管了，马上调转机头，开着公家的飞机去救自己的家人。强森先接上老婆，又跑到另一个城市去救女儿，其中经历了消防飞机出故障紧急降迫，再顺了架民用飞机，开没油了又高空跳伞，最后又开着船横穿海啸，这倒霉程度也是没谁了。不过结局还是非常合家欢，不但救出了女儿，还顺道捡了个女婿，老婆也回到了自己的身边，一家人非常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。这部电影的优点和弱点都很明显，弱点就是没啥剧情，主角光环咋死都死不了，优点就是爽。电影中的灾难奇观塞满了全片，而且错落有致，节奏分明。从电影开场的胡佛大坝崩塌，到后面把整个加州都沉入到水底，这些画面逼真炫目，危机感十足，强烈满足了人追求刺激的本性。不过相比于2012后天，从整个人类该何去何从的角度出发，末日崩塌可能会被置于格局太小。而作为一名国家公务员，在大地震发生时，底下受灾群众千千万万，强森却整部片子都只想着自己的老婆孩子。这种视苍生于不顾、毫不利人、专门利己的精神，如果在我们大天朝，这种故事编剧是肯定编不出来的呀，而且很有可能
能被键盘侠人肉痛批啊。但是在这部电影当中，强森却完全是英雄形象。这种情况的背后，其实是我们和美国两种不同的社会评价体系。我们是传统的集体主义，个人得失绝对服务于集体，所以鼓励大家舍弃小家为大家，歌颂为集体服务的个人英雄。而美国则是个人主义，鼓励个人价值高于集体，在灾难面前人人都是渺小的，所以要先学会自救再去救人。末日崩塌作为一部标准爆米花电影，却在无意间展示了美国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伦理。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，这又是一个系列电影，最早可以追溯到1995年，当时的主演罗宾·威廉姆斯，片名就叫做《勇敢者游戏》。年纪稍大点的朋友可能会对这部电影有点印象，因为95年它还在中国上映过。像我们就没有什么印象。绝对是你们的童年经典。强森主演的这部是系列的第3部，在2005年还拍了一个不该到连片方都不愿意承认的第2部。2014年，罗宾·威廉姆斯因抑郁症自杀去世，私人已逝。为纪念罗宾，片方决定重启这个系列，就是这部《勇敢者游戏：决战森林》。相较于前2部的儿童文学风格，这一部看起来是更加间隙系的，污段子更多，但内核不变，还是成长。电影里的4个主角原本都是学校的问题少年：斯宾塞胆小娇柔，沉迷游戏；弗兰奇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；贝瑟尼自拍狂魔，学校校花；玛莎性格孤僻，恐惧社交。4人在被罚清扫储藏室时，发现了一台古老的游戏机，无意中被吸进了游戏世界尤曼吉丛林，还变身成了游戏中的角色。这个故事设定和最近的《头号玩家》类似，但是从特效场面、世界观、刺激程度来看，和《头号玩家》还是差了一大截。相比之下，它更像是一个小清新的喜剧片。变身游戏角色后，首先带来的就是反差萌。怂包的小个子斯宾塞变身成了体格彪悍的巨石强森，在现实中被叫做冰箱的大块头弗里奇成了跑得最慢、力量最弱的小矮子。自恋校花贝瑟尼则直接变成了胡子拉碴的娘炮学者。自卑孤僻的女孩玛莎华丽变身成了一个拥有魔鬼身材的大美女。他们要想回到现实世界当中，就必须要遵守游戏规则，打败邪恶势力，在这儿也是他们重返现实的唯一途径。所以这部电影基本上就是一场大型 CS 表演赛，在面对丛林猛兽和邪恶势力的攻击下，他们层层打怪，积极通关，最终赢得了胜利，回到了现实。这部电影最有意思的就是它的换身梗，换身梗其实也并不新鲜，但是能玩得这么彻底的还是比较少。电影当中4个主角全部换身，有男女互换，有高矮胖瘦互换，这种表演很考验演员的喜剧功力和人格魅力，他要放大外在形态和内心的违和感来抖出笑料。比如强森在电影中既要演出身形彪悍的霸气，又要表现出角色内心其实是个怂包，所以这部电影证明了强森不仅是超一线的动作巨星，还有出色的喜剧天赋。狂暴巨兽又来打怪兽了。最早的怪兽片可以追溯到1925年的《失落的世界》，再到1933年的金刚，当初除了带给人新奇刺激之外，背后还预示着人类文明与荒蛮的冲突。虽然最后结局都是人类征服的怪兽，但其实也不乏我们对自身的担忧。比如当金刚爬上了当时最高建筑帝国大厦，其实象征着野蛮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人类智慧的顶峰。而在50、60年代时，也出现了一批怪兽片，它们出现的直接原因是科技带来的变异，背后原因是冷战的阴霾、核实验和军备竞赛带来的恐惧。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哥斯拉。这些怪兽因为人类科技发展而诞生，又反过来破坏城市。如果说金刚是来自丛林，代表野蛮的话，那哥斯拉就代表着来自于科技的威胁。近年来，由于电影工业水平不断的进步，怪兽片因惊险、刺激、猎奇的属性，早就已经成为爆米花电影的主力军。当然也有例外，比如上届奥斯卡最佳电影《水形物语》就把怪兽片拍出了诗意。说回到狂暴巨兽，就像它的片名一样，怪兽首先要够大，第二要够狂暴，而且只有一只场面太小，最好还要成群结队。比如前不久的《环太平洋2》，要团战群殴才够大气。于是本片中有染了一身奶奶灰的金刚，变种的森林狼，成了精的鳄鱼，组成了史上最强群兽。但他们再强能有强森强吗？不存在的。流水的怪兽，铁打的巨石。这部电影的导演布拉德·佩顿绝对是强森执着的迷弟，继《地心历险记2》和《末日崩塌》之后，这已经是2人的第3次合作了。这3部都属于放下智商看电影系列，本片的剧情也同样如此。大公司因基因实验出错，让温顺可爱的大猩猩变成了庞然巨兽，野狼和鳄鱼也竞相变身，3个伙伴组成了巨型拆迁队，冲进城市就是大干一地，全世界人民都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强森这次文武双全，又是灵长类动物学专家，又是特种部队的退役大兵，本事这么强，我说他不拯救世界，我觉得你都不会信。
电影由80年代非常流行的游戏改编，尽管非常流行，但是作为00后，我没有玩过呀，所以我就不多介绍了呢。不过至少证明了人家这3只怪兽不是瞎组合在一起的，人家是有原型的。反正这种电影呢，最大的毛病就是剧情太俗套。这次不光是剧情俗，还把之前的爆米花电影给抄袭了，全部给致敬了一大遍。比如金刚、侏罗纪公园、星球崛起，还顺便提前消费了一下2年后的金刚大战哥斯拉。场面上在爆米花中还算是不错的，一言不合就咣咣一顿砸，全程怼天怼地怼飞机，就没有他不怼的。其实从2001年踏入影视圈之后，强森的路子一直很简单，基本上都是爆米花电影，人设就是职业地球拯救者。当然其中也有偏励志类的重振球风，偏喜剧的超级杯奶爸、牙仙等，但这些电影的知名度也都不高，质量也一般。总的来说，强森在电影中有细腻温柔的一面，但肯定不属于演技类的演员，他是那种老少咸宜有观众缘的，每次出现都让你爽到。比如我就非常喜欢强森呀，谁让他有大肌肉呢？今天的电影 High Five 就聊到这里啦，拜了个拜。